不出所料，埃尔多安再次连任土耳其总统，但拜登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忠诚 Talk， 我是卢忠诚。不出所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第二轮选举中获胜了。按照土耳其的竞选规则，这意味着埃尔多安再次连任了土耳其总统，即将开启他自己第3届总统生涯。为什么我要说这件事不出意料呢？很简单因为早在几天之前，第二轮选举尚未开启时，排名第3的总统候选人西南奥安宣布，他将在第二轮选举中支持现任总统埃尔多安。要知道原本埃尔多安在第一轮的得票率就是最高的，那么排名第3的候选人公开支持他，那这就意味着第二名已经是毫无胜算了。所以我在之前的节目中就已经预测过，埃尔多安获得强援后，只要不出现巨大变化，势必会连任成功。现在果不其然，埃尔多安成功赢得了第二轮选举，接下来只需要按部就班即可。但问题来了，土耳其大选尘埃落定，所带来的影响却仍在发酵。很多人都清楚，土耳其大选并不仅仅是土耳其的内政，更是一次重要的地缘政治博弈。以土耳其的特殊地缘优势假如不是埃尔多安当选，假如换成亲美派出身的凯末尔·克勒齐达尔奥卢当选，那势必会影响到整个中东局势以及俄乌冲突。但好在是埃尔多安现在当选了，所以在此设想一下埃尔多安连任后所带来的变化。首先，我敢下断论，等到埃尔多安稳定好国内政局后拜登政府将会面临麻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埃尔多安在竞选时曾经公开表示，是拜登下令要推翻他。美国政府正在影响土耳其的选举，埃尔多安作为土耳其总统，自然不会空口说瞎话。而且有多个迹象表明，土耳其大选中位列第2的凯末尔·克勒齐达尔奥卢背后就有美国人支持的影子。所以说，埃尔多安连任成功，以他的枭雄性格，不报复回来也就不叫埃尔多安了。那么埃尔多安会怎么做呢？我个人猜测不排除为了打击美国势力，埃尔多安会与叙利亚、伊朗等国和解的可能性。这种做法能有效削减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增加伊斯兰国家的声势。毕竟土耳其它也是穆斯林国家。除此之外也不排除为了恶心拜登埃尔多安会与普京联手合作坑美国政府的可能性，比如与俄罗斯达成目前让美国非常不满的合作协议，或者加入以中俄为核心的上合组织，甚至不排除在极端情况下，埃尔多安会威胁拜登要退出北约的可能性。总之一句话，经过这场大选，埃尔多安与拜登政府算是撕破脸了。虽然土耳其真的退出北约的可能性很小，很长时间内他们仍然会同属北约的盟友，还得保持面和心不和。但真要到了紧要关头，土耳其会不惜与美国斗个你死我活的。不过我们话说回来了，假如趋势真的这么上演，那么这对中东、对俄罗斯乃至对我们中国都是一件好事儿。还是那句话，以土耳其的特殊地缘优势以及国家实力，确实能做很多事情，也能增进己方阵营的力量。好，各位网友，关于土耳其埃尔多安获选，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